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25号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将出现历史性调整。加拿大最大的银行皇家银行已经下调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前景，现在预测会出现历史性的调整，比过去40年来加拿大的任何全国性衰退都要糟糕。RBC 助理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霍格在周五发布的报告中称，飙升的通胀使加拿大央行走上了激进的加息之路，这将使其政策利率在秋季达到极限水平。RBC 现在预计今年的房屋销售将下降近 23%， 明年将下降 15%， 到2023年第二季度，全国基准价格将从高峰到低谷下降 12% 以上。房屋销售从2021年初的峰值下降 42%， 将超过过去4次全国经济衰退的下降幅度。1981至82年以及1989至1990年期间，销售额下降 33%。在2008至09年期间，销售额下降了 38%。在2016至2018年期间，销售额下降了 20%。到2023年初，房价下跌 12%， 将是过去5次房地产低迷时期最陡峭的调整。当央行在3月份开始加息时，住房调整首次开始站稳脚跟，但7月13日加拿大央行的100个基点的加息后，房产市场加速降温。加拿大皇家银行预计，到10月，央行的政策利率将达到 3.25%， 借款人因此需要大幅增加房贷的供款，这将破坏或推迟许多买家的购房计划。最昂贵的省份安大略省和哥伦比亚省将成为房产市场修正的中心。RBC 预计，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房屋的转售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下降了 45% 和 38%， 价格从季度高峰到低谷下跌了 14% 以上。经济衰退影响将与安大略省在1990年代初的下降相当。当时房屋销售额下降了 41%， 价格下降了 15%， 但它并不像卑诗省在1980年代初所经历的那样糟糕。那时房屋销售额下降了 62%， 价格下降了 27%。虽然预计除安大略省和哥伦比亚省以外的其他省份的销售额将从创纪录的水平下降 20% 以上，但价格可能更具弹性。RBC 预计，到2023年上半年，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的房价将下降不到 3%， 其他大多数省份的价格将下降 5% 至 8%。加拿大皇家银行预计，魁北克到2022年底房屋销售将下降 16.8%， 2023年将下降 6.1%。预计2022年底价格将比前一年高出 7.5%。但到2023年将下降 5.1%。尽管 RBC 经济学家预测会出现历史性调整，但并没有看到房地产市场的崩溃。相反，在2年的购买狂潮之后，这种低迷应该被视为受欢迎的冷却期。RBC 预计，修正将在2023年上半年结束，但也不能排除更陡峭、更长久的衰退。加拿大坚实的人口基本面，包括飙升的新增移民和缓慢的住房建设速度，应该可以防止房产市场进入死亡式下降的螺旋之中。耶伦在淡化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吗？周日，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经济正在放缓，但指出，健康的就业指标表明经济尚未陷入衰退。在本周将发布一系列经济报告之前，耶伦在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就这些报告发表讲话，揭示目前经济受到猖獗通胀困扰以及加息的双重威胁。这些数据将涵盖新房销售、消费者信心、收入、支出、通货膨胀和整体产出。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周四的报告，届时美国商务部将首次发布4月至6月季度的经济产出。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它可能会连续第2季度出现收缩。
1月至3月，季度经济萎缩 1.6%， 两个连续的负增长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非正式指标，尽管经济学家认为这些信号具有误导性。相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将经济衰退定义为经济活动的大幅下降，这种衰退蔓延到整个经济中，将持续几个月以上。耶伦认为，大部分经济仍然健康，消费者支出正在增长，美国人的财务状况平均稳定，今年每月增加超过40万个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强劲的数字。失业率为 3.6%， 接近半个世纪的低点。尽管如此，耶伦承认，经济正处于增长放缓的过渡时期，从2021年的历史快速步伐开始。他说，放缓是必要和适当的，因为我们需要以稳定和可持续的速度增长。增长放缓可能有助于降低通胀率，通胀率为 9.1%， 是2代人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衰退即将来临，通货膨胀侵蚀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美联储迅速推高了借贷成本。上周，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成为预测今年下半年经济会温和衰退的最新一家银行。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 Larry Summers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表示，随着美联储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经济衰退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些较高的借贷成本旨在减少消费者在房屋和汽车上的支出，并减缓商业借贷，这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本周三，美联储可能将宣布其短期利率连续第2次上调 0.75%， 这是自1994年以来从未实施过的大幅加息。这将使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在 2.25% 至 2.5% 的范围内，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将继续加息，直到利率达到 3.5% 左右，这将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的加息破坏了房地产市场，因为抵押贷款利率在过去1年中翻了一番，达到 5.5%。现有房屋的销售已连续5个月下降。周二，预计政府将报告6月份新房销售下降。房屋销售减少也意味着购买新房通常附带的物品，例如家具、电器、窗帘和厨具的支出也相应减少。许多其他国家也在努力应对更高的通胀，海外增长放缓可能会削弱美国经济。欧洲正面临衰退的威胁，通胀飙升。欧洲央行上周刚刚进行11年来的首次加息。在新闻发布会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也在试图减少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美国和欧洲现在患上了同样的通胀病，但可能需要吃的是不同的药。不过，美国财长和欧洲央行行长都在唱同样的调，这种安慰剂会让人们更麻木，还是更幸福呢？高利息、高通胀导致多少美国人害怕查看账单？随着信用卡债务膨胀和利率飙升，许多消费者担心信用卡的高还款余额。根据旅游网站 Upgrade Points 最新报告，近1/5的美国人害怕查看他们的信用卡对账单。该报告在2022年4月对3500人进行了调查。虽然美国人在2020年削减了信用卡债务，但由于汽油、食品杂货和住房等必需品的成本飙升，巨额的信用卡账单又回来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报告，事实上信用卡余额同比增长710亿美元，2022年第1季度超过8410亿美元。本周，美联储预计将其基准利率上调3%，从而继续推高信用卡利率。根据 creditcards.com 截至到7月20日，信用卡平均利率为 17.46%， 到今年年底可能接近 19% 的历史新高。万事达卡经济研究所发现，虽然飙升的通货膨胀已经调整了一些夏季旅行，但旅行已经恢复到 COVID 大流行之前的水平。许多美国人正在转向使用这张小小的塑料卡片来帮助支付他们的旅行。
根据升级的积分报告，假期是全美17个州最高的信用卡支出周期。调查显示，其他受欢迎的购买产品是电脑、家具、汽车和电视机。然而，同一份报告发现，超过1/3的受访者使用信贷购买了他们买不起但想要买的东西。为满足购买欲望，消费者虽然有很多方式获得信贷支持，但高息信用卡债务可能是最难偿还的债务之一。随着通货膨胀的猖獗和利率的飙升，许多美国人正在苦苦挣扎。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能会害怕查看他们的信用卡对账单了。佩洛西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爱护台湾？在7月25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记者提问，针对《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台，中方对美方加强了警告，这些警告或威胁比过去更加强烈。该报消息人士还称，中方可能做出军事回应。该报道是否准确？如果中方可能做出军事回应，将会是哪种回应呢？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近期已多次向美方表明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中方正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今天的美中关系更像是一场冲撞激烈的美式足球赛，而不是一场优雅的双人芭蕾舞比赛。没有什么比佩洛西访问台湾更能说明这一点了。美国政治家所谓的政治正确，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国内政治计算，而忽视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敏感性。但在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变得棘手之前，似乎有一条简单的出路。如果这位意志坚强的政治家一开始就考虑到东亚的和平，并能够仔细掂量当今世界局势的危险，那一切将会更好。诚然，这种聪明的手段需要充分的自信和全球观，但它会让反华鹰派感到沮丧。中国大陆的政治家认为，台湾是对其治理信誉和生存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不是在开玩笑，美国人正在其核心原则上耍玩游戏，不尊重中国，并表现出狭隘的自恋情节和令人震惊的短视。西方确实倾向于预测北京对台的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但在北京看来，台湾是中国机体本身的延伸，它与大陆的重新融合是中国复兴交响乐中理想的乐章。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本不是北京的首选举措，但美国政治家们受到美国国会中吹嘘者的怂恿，感觉自己有权就如何处理两岸政治事务向中国提供方案。这些无知的想法非但没有加强台湾的安全，反而更有可能在北京的脑海中引发美国干预中国1945至1949年内战的痛苦回忆。美国那根搅屎棍又成为中国内部事务的搅局者。就佩洛西而言，是美国233年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领导国会众议院的女性。自1987年以来，一直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部分地区。她的许多美籍华人选民都是反共和反统一的。从她代表该选区的角度来看，她的反北京观点是政治正确的缩影。对于一位高调的美国政客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舒适的方式可以让他享受愉快的台北政治商务之旅，而不会造成地区危险的政治动荡。但美国的挑衅性傲慢似乎对强大的中国的存在感到不满，从而阻碍了寻求两国和平的关系。如果这种心理继续占主导地位，华盛顿与北京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将在无休止的冲突中徘徊。中国人有句俗语，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美国国内所有的种族歧视和偏见都像雾霾一样渗入到了他的外交政策之中。那些试图架设桥梁、拓宽与中国合作通道的美国人，可能会被怀疑是必处理熊猫的拥抱者，甚至会更糟。北京为美国校区提供的孔子学院被当作了间谍巢穴，而被全部关闭。裁军会议是为愚蠢和天真的人准备的，如果双方甚至没有最基本的互信，所有的会谈、
协议只是一纸空文。佩洛西可能确实是老了，但一点也不老练，她的思维还停留在她那个年代，并带着强烈的乐观主义和傲慢的态度。或许她应该先去北京，当然，这不会发生。也许台北之行也不会发生。鉴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德比关系，也许我们所能指望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他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好好待在家里。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